大家好，欢迎回到小李谈投资的另一集。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如何识别市场上优质且有效的市场惯性改变。如果要成为一名盈利且成功的交易者，这是您应该掌握的第一个关键的主题。因为如果不掌握这个主题，您可能会陷入市场陷阱。在本集中，我们将介绍如何逐步识别市场中有效的市场惯性改变，以及寻找高概率市场惯性改变的规则。那么，让我们开始吧。那么，什么是市场惯性改变的定义？当主导市场的动力消退时，总体趋势和订单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种模式是市场惯性改变即将发生转变的第一个迹象。这表明控制权可能从买家转移到卖家，反之亦然。现在让我们看看如何在看跌情况下识别市场惯性改变的变化。当价格突破并收于最近的主要低点和最新需求区域下方时，就会发生市场惯性改变。同样的概念也适用于看涨情况。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价格处于上升趋势，持续形成一系列看涨结构破坏。然而，当价格突破最近的主要需求低点区域时，市场结构就会发生转变。这标志着市场惯性改变的第一次出现。随着价格突破下一个需求区域并走低，下行势头仍在继续，导致第二次的市场惯性改变。这种双重特征的变化表明市场结构即将发生转变。现在我们可以预测价格进入看跌订单流。每当一个区域被突破时，对面的区域就会自动形成另一个区域。由于价格突破了几个需求区域，极端的供应区域将形成，因此我们的预期是价格将向极端供应区域推高。如果价格对该区域做出反应，我们可以通过放置卖出进入市场。我们预期市场形成连续的看跌结构向下突破。从图表中我们注意到，在极端需求区因市场惯性改变而缓解之后，价格反转了方向，向下突破并收盘低于新产生的较低低点。随后价格形成回调上涨，对另一波价格做出反应，供应区然后继续向下，再次打破另一个结构。显然，在形成市场惯性改变后，市场整体看涨结构已转变为看跌结构，并且价格进入看跌订单流阶段。因此，市场惯性改变涉及改变市场的整体趋势，由看跌转看涨，或由看涨转看跌。让我们再次看另一种类似的市场结构。其中价格通过突破并收盘于该主要高点之上而形成了市场惯性改变。另外，我们看到价格突破了该供应区域。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你所看到的，之前的价格并未留下未缓解的供应区，所有的供应区都被缓解。这意味着随着价格突破最新的供给区将形成需求区。如之前所述，每当一个区域突破时，就会自动形成相反的区域。因此，在极端情况下会出现一个新生成的未缓解的需求区域。考虑到基于此需求区域，我们可以进场做多头。因此，价格很可能会回到这个需求区水平做出反应，然后将方向转向上行。这种预期得到了先前形成的看涨特征的支持，表明即将发生市场惯性改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有很好的机会回调，触及我们新产生的需求区域，激活我们的挂的买单，然后推高。现在让我们讨论我们需要考虑的基本标准和规则，以便识别市场上有效且高质量的市场惯性改变，并了解如何利用它们来发挥我们的优势。第一个规则是，市场惯性改变必须在更高的时间范围内缓解。高质量的市场惯性改变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才有效，价格必须反转或打破近期的主要结构，在更高的时间范围的供应或需求区域。如果价格在没有与供给或需求区域相互作用的情况下产生市场惯性改变，即使具有有效的蜡烛模式，也不能被视为有效的市场惯性改变。这条规则很重要，因为它有助于我们识别高概率的市场惯性改变和有效的反转模式。这可以防止我们陷入假市场惯性改变和交易在错误的方向。例如，在这我们有看跌市场结构，价格形成了一系列的结构破坏，以及与这些结构突破相关的供应区域。现在，我们看到价格在市场出现微小拒绝后，上涨至最后一个供应区，价格突破并收盘于其上方。我们面临着一种常见情况，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许多没有正确识别市场结构的新手交易者中。他们通常认为这种向上的波动是市场惯性改变，是市场方向逆转的信号。他们认为看跌阶段已经结束，现在是做多的时机。他们通常将止损设置在新形成的需求区域的下方。然而，与他们的预期相反，价格短暂的上涨缓解了上方的供应区，然后继续看跌。这导致持有多头交易者触及止损，他们常常没有意识到为什么他们的订单会被止损。不幸的是，他们不了解而重复这些行为。他们在这里错过了一个关键点。价格不会从任何未缓解的需求区情况中逆转，他们不应该进入多头市场，直到价格到达他们确定的一个主要未缓解的需求区。市场惯性改变是无效的，如果价格还没到达主要未缓解的需求区，价格仅向上移动以缓解上部供应区域，利用最后一个供应区作为诱导区来扫除更多的流动性，并在这种情况下获得更多动力来推动其向下波动。如果没有正确理解市场结构，您就可能会遭受损失。缺乏经验的交易者可以避免这些陷阱，如果他们对市场情绪有更好的了解，他们会注意到他们所确定的市场惯性改变是无效的，因为价格尚未达到更高的时间框架需求区域。但在我们继续之前，如果您到目前为止喜欢这个视频，请订阅和点赞，因为它可以支持我们制作更多这样的视频的方式。也可以在下面评论并告诉我们您希望我们将来讨论哪些主题。现在让我们进入下一个标准规则，用于识别高概率的市场惯性改变，那就是流动性扫描，以获得额外的确认。我们应该在较高的时间框架等待价格在附近建立流动性区域，来成为我们的感兴趣的区域。让我们在这里快速细分什么是流动性区域。流动性是指市场中大量资金正在特定区域休息，例如止损买入或卖出订单，也可以在价格图表的各个区域中都可以找到。但市场上最重要和常见的流动性类型有同等低点、同等高点和趋势线，例如双底或双顶，以及三重底或三重顶形态、看跌或看涨趋势线。想象一下，我们在更高的时间范围，如1小时时间范围上有这样的结构：价格处于下降趋势，在进入之前的供应区域后，形成了一系列下行的结构破坏，价格反转并创建了一个等待缓解的供应区域。现在价格正在推高。放大到较低的时间范围，就像15分钟时间范围一样，我们看到价格在通向1小时时间范围供应区的道路上形成了一系列更高的高点和更高的低点。就在进入供应区之前和右侧在其下方，价格创造了相同的高点，形成了双顶。在我们确定的较高时间框架供应区附近有大量流动性，我们看到价格席卷了双顶之上积累的流动性，进入更高的时间框架供应区域，而缓解1小时供应区域后向下反转其方向，并通过突破收于最近的主要低点下方来创造市场惯性改变。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看跌市场惯性改变的供应区域，所以这里我们寻找一个高质量的市场惯性改变。在缓解较高的时间框架的供应区后，市场出现流动性清扫，所以这很有可能是高质量的市场惯性改变。在下一步中，我们可以在以下位置下进场：新形成的供应区的最高极点设置止损。止盈我们可以设置它在较高时间范围的未缓解需求区域，或以当前波动低点为目标。在价格到达我们确定的重要区域之前，识别流动性扫描模式至关重要。这种模式确认了我们的供需区域的强度。我们使用流动性扫描作为确认因素。这个想法很简单，市场需要流动性来推动。如果价格在关键水平之前没有扫出流动性，它经常使用该区域作为流动性来推动其势头。因此，如果价格进入更高的时间框架供应或需求区域而没有扫出流动性，随后价格会显示出被拒绝，并会造成市场惯性改变在较低时间框架上。然而，价格很有可能继续向新产生的市场惯性改变的相反方向移动，并且也会触发进入市场的交易者的止损。现在让我们继续讨论下一个标准，即双区突破，使市场惯性改变更加有效，成功的机会也更高。价格应突破并收于低于或高于2个连续的供给或需求沿其路径的区域。例如，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价格突破该需求区域，我们也会出现双区域突破，这形态将是进场的位置。让我们考虑一个场景，其中价格仅创建了这个供应区，价格突破并收盘低于2个需求区域，在这还出现了低效率，那这将是一个强又有力的确认双区突破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在以下位置下达卖出订单，因为价格有很大机会回到还没完成订单之前留下的低效率，然后继续推向下行。在您的交易中，考虑双区域突破甚至多个区域突破的概念，将增强您对交易的信心，让您对自己的交易更加确定。现在，让我们探讨一下您可能经常遇到的双区域突破的另一种可能情况。我们再次遇到相同的场景，只有一处不同，价格无法突破第2个需求区，只有一个下行空间波动。我们看到价格突破了最后的需求区域，并创建了这个供应区处于极端，然后价格经历了暂时的停顿。回调，但无法缓解极端供应区。相反，它形成了一个流动性池，通过创建双顶，随后将价格推至下行，并突破下一个需求区。由于需求区域已被打破，因此将创建一个新的相对侧区域，这就是供给区域区。如之前所述，上面的供给区是极端的。请注意，我们无法根据决策进行任何交易在第2个供应区。因为价格很有可能会推高，清除双顶上方积累的流动性，并触发止损。如果你从第2个供应区进入市场，您很可能被即将价格推高以缓解极端区域的流动性席卷。如果您有订单，您将成为其中一部分的流动性。我们应该做的是等待价格席卷流动性积累的市场后，价格进入我们的极端供应区，然后我们进入市场。好的，这一集就到此。我希望这个视频对你们有所帮助。如果有的话，请按下赞以表达您的支持。如果您是新来的，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下一集见。